别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座位安排，背后却是最残酷的权力斗争。中共9大开幕前夕，周总理为座位安排绞尽脑汁。按照惯例，应该按资历或职务排列，但这样一来，江女士就得坐到最边上去。以她的脾气，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。思来想去，周总理只好按照派系安排。毛主席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，左边是文革派的林彪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江女士、张春桥等人，右边是元老派的周总理、董必武、朱德、陈云、陈毅等老帅。1966年以后，江女士自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，让她坐边上，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，搞不好整个大会都要被搅黄。周总理只好想了一个折中方案，把文革派和元老派分开坐，这样一来，江女士就能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，体面地坐在靠近中间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周总理还做了一个更微妙的安排，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都有麦克风，右边却没有。这等于在无声地告诉所有人，左边是大会的领导者，右边只是参加者。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帅们也心照不宣地配合着，开会就来，散会就走，不该说的话不说，不该问的事不问。但江女士想要的不仅是一个座位，更是名分。新党章是9大最重要的议程之一。张春桥等人在起草党章时，原本打算把林彪和江女士的名字都写进去。林彪是接班人，江女士则是文化革命的旗手。但这个方案立刻就被康生否决了。他警告张春桥，你们不能这样搞，一旦引起反弹，不但得不到想要的，连已经到手的都会丢掉。于是只好删掉江女士的名字，但他咽不下这口气。9大期间，江女士私自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座谈会，每个代表团派5人参加。她在会上公开表示，毛主席的接班人不应该只有一个，应该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层里去。姚文元立刻跟上，把话挑明，江女士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，是当然的接班人之一。随后，姚文元把会议记录整理好，交给康生。康生看完，冷汗直冒，把记录稿锁进抽屉，再也不敢拿出来。这份东西一旦流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座谈会上的话没能往上递，江女士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，合影。如果能和毛主席单独合影并公开发表，那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自己的特殊地位。闭幕式当天，他提前安排了一个摄影师埋伏在人民大会堂2楼，用长焦镜头偷拍。退场时，他故意凑到毛主席身边，摆出一副亲密的姿态。江女士要求在当晚的新闻报道中发表这张合影。周总理不敢擅自做主，把照片送给毛主席审批。毛主席直接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大叉，签上自己的名字退了回去。江女士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，但她不会善罢甘休。9大只是她野心的起点，更疯狂的举动还在后面。点击头像进入主页，找到下集观看江女士会有什么疯狂举动。